治理能力、全球合作这6个角度来去展开人工智能加行动，所以这些其实也都是以后就同学选专业也好，还是说找工作也好的一个方向，因为这些方向至少它会持续10年的时间的发展，对，然后这个我觉得会有很多的发展的机会。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数字中国的建设，对，这个也是和数据科学这个专业相关。然后这个数字中国建设的话，是在2025年去年的时候发布了一个行动方案，然后这个也是跟前面的部分有一些重叠，就相当于它主要关注的2个角度。第一个角度呢是各行各业怎么样去数字化，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整个数字技术或者说数字领域怎么样产业化。就不管是你是做 AI 的还是不做 AI 的，都是要往 AI 加这个方向来去靠近，或者说来去融合，对。那么另外一个简单介绍一下自然语言处理这个方向，因为大模型的话，相当于是自然语言处理的一种模型。传统的自然语言处理的话，主要是研究语言的一个学问。那么语言的话又分为不同的类型，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自然语言处理来去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比如说经典的一个任务呢，就是做机器翻译。现在这个机器翻译这个任务已经接近于被解决，就各行各业的不同语言的人在做国际贸易的时候都可以，甚至是可以做同声传译，由模型来自动来去做。对，然后我们可以用手机来去拍照，然后识别出来这个里面的文字。然后也可以用自然语言处理的模型来去做一些情感方面的对话，然后我们可以在跟模型对话的过程之中，尝试着去理解别人的一些情感，或者说理解不同人的想法。再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它来去做一些语法改错，或者说语音识别等等，这些技术都是非常成熟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它也可以促进人和计算机，或者说人和机器的交流。那现在大家常用的，比如说 DeepSeek 或者是GPT Cloud 等等这样的一些大模型，其实本质上都是在做人机对话，或者说人机协作。我们对于人来说，有些事情可能比较难，对吧？你有很多的知识点可能记不住，或者说有很多的这种推理题可能算的比较慢。但对于机器来说，这些都不是特别难的挑战。那如果我们能把人机协作这样的一个事情能做好的话，未来肯定是能有更多的，不管是职场还是说职业发展的竞争力。另外一个呢，就是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交流，这个当然就是会更远一点，就有点像之前有学者或者说有媒体在讨论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从碳基生命到硅基生命，就以后大模型技术或者说 AGI 技术进一步发展之后，那么他们会不会诞生一个类似于属于智能体的一些语言，或者说属于智能体他们所关心的一些社会议题啊，或者说一些问题，他们之间的交流会不会和人和机器，或者说人和人之间的交流的模式会不一样？对，这个就是一个更远但是又比较值得思考的问题。在现在的一些学术论文或者说产业的这种产品之中，已经发现了这种现象，就是大模型的智能体在交互之中可以产生一些类似于人类社会的这种现象。对，比如说这个是2023年斯坦福小镇的一篇论文，就讲解，比如说有在一个虚拟的数字世界之中，假设有25个居民，然后他们日常会有各种各样的对话，各种各样的行为。然后让他们充分去互动交流，就会发现一些人类社会中的一些现象，比如说哪个同学过生日的时候可能要办一个聚会，然后让大家一起来吃饭、一起聊天等等，对。然后右边的话是一个用大模型来去做狼人杀游戏的一个桌游的一个方案，就在这种复杂的多智能体博弈的场景之中，大模型智能体已经也能展现出来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特征，比如说它会做一些欺骗比如说就是他某个角色是狼人，然后他说我不是，或者说会刻意的诱导，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博弈的这种现象。对，所以说就是机器和机器之间的交流也是一个更加长远但是又比较重要的一个可以研究的问题。对，然后这一页 PPT 是简单的回顾一下自然语言处理领域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在很早很早以前，比如说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然后那个时候呢是基于规则，就由人类专家，不管是学语言学的还是学计算机的专家，他们来定义一些规则、一些方法，然后让机器来去对照着执行，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做的一些
这种检索或者说这种按图索骥的这种做法，然后再往后面呢就会出来一些基于统计的方法，对，比如说在统计机器翻译，或者说基于引马尔可夫链的这种方法，然后等到2010几年的时候，神经网络开始发展，然后从 Word to Vector， 或者说到后面的 LSTM， 或者是 Transformer 等等这样的模型，然后这样的话，深度学习或者说神经网络开始走向台前，发挥了越来越大的这种效果，然后它们的性能已经比传统的方法都要好。然后再往后面呢，就出来了预训练语言模型，就比如2018年前后出来的 BERT 呀，或者说 GPT 啊等等，这种预训练语言模型，他们就提出来一种新的范式，就先预训练。所谓的预训练呢，就是不需要人类监督，它自学，模型可以通过自学来掌握非常多的知识，然后呢再去做一些微调，就是相当于有点像大家学习的一个过程。就我先在各行各业的基础知识上都去学习，然后等到去工作了之后，可能第1年会针对某一个特定的场景，然后来去专门强化，或者说来专门去学习更专业、更深入的内容。然后在GPT 或者说大模型出来之后，就会出来一个更通用的，或者说有点像是 AGI 的这样的一个模型。所谓的更通用，意思就是他们只需要预训练就够了。也就是说，在模型训练过程之中，他们见过了整个互联网，或者说所有人类社会里面能见过的这种数据，他们都见过，都学习过。所以说，你不管问他什么问题，或者说你提一个什么样的要求，他都能做到。所以说，再往后面，这个方向要怎么样发展，我现在还暂时想象不出来。我只会觉得，可能会顺着这个路径继续发展，但是有没有一个突破性的新的范式，或者说新的方法，这个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还在探索。比如其中之一的新的方式呢，就是经验学习。所谓的经验学习，就是传统的这种模型训练是需要老师来教给他，就你告诉他什么样的问题，他的答案是什么，你要告诉他是学什么内容。对，传统方法是要别人来告诉他学什么。现在新的范式或者新的方法，就他自己来去自学，自己来去决定自己要学什么。对，那么这种的话，可能就会出来更好的模型，或者说更好的性能。然后这个呢，就是从2019年，从预训练语言模型开始之后，一直到2023年，就是这段时间预训练语言模型还有大模型这一块的发展的变化。就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这个领域发展最近3-5年发展非常非常快。可以说全世界非常多的精英或者说天才都在关注这一块。那么模型的参数量也越来越大，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小的，比如说就是几百万或者说几千万参数。那现在呢，模型的参数量就到达几千万，就是万亿级，或者说更大的这种参数。就模型的参数量越来越多，它的性能也越来越好，训练数据量也越来越大。对，然后现在大模型应用在各种各样的场景之中，这里简单的列出来了一些我们可以用大模型来去做的一些事情。现在用的比较多的，就一个呢是去做数据的分析，然后一个呢是去做一些文档的处理，还有的话是去写代码。这些我现在在学校讲课的时候，非常鼓励大家把大模型用起来，就哪怕你是用大模型去写作业。我也会鼓励，对，就是当然我在布置作业的时候会想办法就修改作业，然后让它不那么容易用大模型能简单的把它做出来，对。然后大模型的话，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是有各个地方都会用得到，比如这里列了各种各样的产品，对，比如说这里我们怎么样去生成长文本呀，怎么样写 PPT， 或者说怎么样去写一些文稿。对，它的一个核心的思路就是我们通过人和大模型的交流对话，然后呢可以让大模型输出一些必要的数据或者说核心的内容，然后再把这些核心的内容导入到一些专业工具里面，然后它再帮你去按照指定的格式或者说指定的要求来输出一个作品。就比如最常见的就是用它来去写 PPT， 对，可能很多老师或者说很多家长都是已经这样去用过。
然后它也可以用在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场景之中。我们刚才提到的和办公有关，就当然现在我们程序员的话，基本上已经每个程序员都在用大模型，甚至于有的公司要求你，如果你大模型的使用量不达标的话，会被开除。所以说这个已经是一个非常激进的这种政策，就希望说公司还是会希望各个员工能够把大模型熟练的使用好，这样的话整个公司才会更有竞争力。然后具身智能的话，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让机器人，或者说去让各种各样的可以移动的这种硬件设备，或者说机器人能够具备人一样的智能。就比如说它会做一些任务的规划，它会做思考，它会做判断，它会用各种各样的策略来去完成一些复杂的任务。对，具身智能的发展，我觉得未来也会产生更加颠覆式的一个对社会的一些影响。包括另外一个呢，就科学研究，现在做科研和以前做科研的范式也在发生变化。以前做科研的话，就是比较考验少量的天才，就比如说有一些天才的科学家，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思路、各种各样的想法去做实验，或者说去推公式、提出来一些理论。但是现在呢，一个新的科学研究的范式就是人和科学家和大模型来协作。就相当于说，我们把大模型当作科学家的一个助手，然后他来去帮忙去找资料，或者说提出来一些假设，或者是提出来一些可能的问题、可能的方案，然后再由人类科学家去验证，去得到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一个结果。那这样的话，科学研究的效率也大大的提升。以前的话，比如说我们去设计一个科学方法，或者说提出来一个科学理论，可能需要3-5年的时间。那现在在大模型智能体的帮助下，我们做一个研究，可能3-5个月，或者说半年、1年，就可能会有一些以前没有发现过的这种成果。所以这种AI 对于科学研究的改进或者是影响也都是非常非常大的。现在甚至出来了一个，就是用大模型来全流程的做科学研究，从最开始提出科学假设，然后到后面的设计方案、设计实验，然后包括说动手做实验，对吧？因为你做化学实验或者说做生物实验，需要去做，比如说用这个试管里面来去用化学反应啊，或者说来去做一些仿真呀等等，然后这些全部都让机器人或者说让一些算法模型来去做，对，这个已经是可以实现的一种情况。然后再到后面去用大模型写论文、去投稿、发表，就整个这个流程其实大模型都已经具备初步的能力。所以之前跟其他老师讨论的时候，就是说有哪些行业容易被大模型替代。之前大家觉得可能就是需要知识的，或者说需要就是专家经验的更不容易替代，但现在发现可能像程序员，甚至于一些普通的数据分析师这样的岗位，可能被替代的风险仍然还是会比较高。对。然后这个呢是有一个陆琪是之前在百度包括说Google 都待过的一个跟 AI 就是在 AI 这一块有非常深入的这种经验的一个专家。他在2023年有一篇文章，就我的大模型世界观里面提到这样一个观点，就是每个人他们一个复杂的系统，或者说每个人可以包括它的能力分成3个部分，对，比如说一个是跟信息有关的，一个是和信息的处理有关，一个是跟决策有关。这种划分其实是有点像智能体，就它能够感知环境，或者说感知外界的信息，它也能够像一个控制系统一样，能去做各种各样复杂信息的分析和处理。然后它也能够根据自己分析处理的结果来去设计一个最优的行动方案。对，那么我们在随着大模型或者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于人的能力的要求也会发生变化。以前的话，就如果我们只要有这个信息，或者说只有感知的这种能力，我们可能就能找到不错的工作。但是随着人工智能能力的发展，可能需要我们各方面都需要有一些特长，或者说去针对性的来去培养自己的能力。对，就从这3个角度，然后来去培养。那么在整个过程之中，如果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就如果我们顺着之前的经验，或者说顺着过往的这种能力
不去有所改变的话，未来有可能会被这一个浪潮会被冲击到。对，一个比喻的话，就是以前像在很早以前，会有一些马车夫，他们负责骑三轮，或者说去用人力来去驱动马车前行。但当汽车慢慢应用之后，这种原来的岗位可能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冲击和影响。所以当这种新的技术或者说新的行业浪潮出现萌芽的时候，可能就需要有所准备。就想一想，比如说5年后、10年后，这些技术进一步发展之后，我们有哪些可以提前准备或者说提前去学习的能力？对。然后在这个陆琪的文章之中，他提到了这样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系统。对，然后这个系统的话，核心的也是从这样几个流程来展开的。对，最开始的时候，模型或者说技术，它只负责信息这一个块儿，然后后面的话，它会负责信息和模型，然后再往后面，具身智能发展之后，信息、模型和行动都会涉及到。那这样的话，一个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什么事儿模型或者说机器人都能做的时候，我们人要怎么办？对，这个其实是现在讨论非常热烈，或者说就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然后我在后面也会进一步展开来讲。所以说，在整个发展过程之中，我们怎么样去推动技术往更深入的或者说更通用的领域发展？然后这个是很多科学家或者说是互联网大厂的专家他们所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接下来会简单讲一讲大模型。大模型的全称呢是大语言模型，就是它的设计思路就怎么样用一个深度神经网络来去设计一个模型，使得它能够理解不同的信息，能够输出不同的信息。它可以输入的部分可以是文字，可以是代码，可以是图像，可以是音乐，也可以是一些文档等等。输出的话也是各种各样的模态的数据都可以。然后右下角的这些图片，就现在大家可以去用到的一些大模型，有些国外的当然也有很多国产的大模型做的都很好。那么它的大模型的话有3个特点，对，刚才提到了模型的参数量大，对，然后包括模型的训练数据也大，模型的训练算力也大，所以这样的话，随着大模型技术的发展，就是底层的或者说核心的技术越来越垄断，就是只有少量的一些互联网大厂或者说少量的国家机构有足够多的资源来去训练大模型，大多数的普通人可能没有机会去真正的接触到大模型的预训练的过程，这样的话就有点像一种技术垄断的这种问题。就现在全世界真正有能力训好大模型的国家的话，其实可能不超过5个，或者说不超过10个。大多数的国家是没有能力，或者说没有这种人才团队来去做这个事情。对，然后大模型训练的一个思路就是通过一个缩放规则或者说 scaling law 来去训练。所谓的缩放规则就是刚才提到的，当模型参数量越大，然后它的训练数据越多，它的训练算力越大的时候，它的性能会持续的增长。就这个是一个经验上的观察，它没有理论。就大家做实验发现是有这样一个现象，所以说就通过这种思路来不断的去提高大模型的性能。目前来看，这个还没有到达饱和的阶段。所以说，当不管是美国还是说中国，沿着这条路径继续往上堆资源、堆算力的时候，大模型的性能还能够进一步的增加。这也是大家为什么最近看到，比如像 DeepSeek 或者是像这种千问也好，或者说GPT 也好，他们不断的能推出新的性能更好的模型。对，因为这个scaling law 或者这个缩放规则还没有到一个饱和的阶段。对，然后这个地方列了一些链接，就大家如果对大模型各种各样的大模型有兴趣的话，可以在这些大模型的官网上去尝试的去用。那么用大模型怎么样用大模型，我后面会进一步的来提到这个问题。然后这里给出来了一些可以尝试的大模型，因为你直接用国外的大模型，它有可能因为网络访问或者说因为付费的原因不太方便，然后这些国产的大模型性能也都比较好。
然后这个呢是去怎么样？如果有同学或者说有朋友对大模型的研究或者说对大模型的设计更有兴趣的话，这里给了一些这种可以尝试关注的一些工具。对，不管是去写代码也好，还是说去做一些应用或者是一些可视化，这面都有相应的工具可以去试用。然后下面呢，我会简单的花可能1分钟时间来讲一讲什么叫语言模型，因为大语言模型的全称是它的大模型全称是大语言模型。所谓的语言模型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给一句话来计算它的概率。对，那么我们一种简单的方法就是用自回归的形式来去计算概率。比如说，我想计算南方科技大学这个句话或者说这个词的概率，我们就先计算这个信息，然后再计算各种后面的这种条件概率。对，然后条件概率就是给定一句话前面的 t 减一个词，然后我去计算第 t 个词的概率是多少。然后这样的一个概率计算，就是构成了一个语言模型。那么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语言模型来去比较不同句子出现的概率大小。比如说这里面有个例子，一个海龟在海里游泳和一个狗在海里面游泳，肯定是在训练过程之中，模型见了很多次说海龟会在海里游泳，但是它很少见到一个小狗在海里游泳。对，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模型通过海量的数据训练之后，就能够掌握到一些世界的基础知识，对，一些常识。那现在我们大模型来去计算这个概率呢，就是用一个神经网络来去计算。就比如说我们把不同的这个输入作为一个特征，或者说作为一个向量来输入到模型，然后输出的话就会去看它在整个词表上面，在所有的文字上哪一个字的概率最大。对，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概率最大的那个字作为输出，这样我们就得到了用深度神经网络来去计算的这种语言的概率。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大模型的一个基石之一就是统计学，就它的一个核心的出发点，就我们怎么样去把文字或者说把各种各样的信息转变成一个机器或者说模型能够理解的特征，并用这个特征来去计算概率。对，然后模型输出的呢就是概率大的内容。然后我们在做语言的特征学习所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去做词的一个向量化。所谓的词的向量化，就是我们怎么样用一个向量来去表示词，或者说用一堆的数字来去表示词。传统的我们如果只用单个的字母来表示的话，它的缺点就是单词和单词之间的连续比较，词和词之间的联系是比较松散的。那么当它变成一个向量之后，我们就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数学或者说各种各样的公式来去计算。然后这个Word2Vector 这个方法是在2013年提出来的，然后现在已经是大模型技术的一个基础。那么下面简单讲一讲模型训练的一个流程。就在模型训练的过程之中，我们需要收集一些数据，这些数据的话它是成对儿的。就比如说我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它对应有什么样的答案。然后呢，我们就会先让模型来做一下，看模型会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再把模型的输出和标准答案做一个对比。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算出来一个差距，就看看当前模型的输出和标准答案差别还有多大。然后我们再通过一些优化算法来去更新模型的参数，然后让模型参数在下一次的答题过程之中能够更准确。通过这种循环的方法，就能够让模型在训练数据上学到了越来越好。这个其实跟大家平时学习的过程也是一样的。就比如说你同学做错了一道题，然后后面要怎么样去在错题本上去分析或者说去思考，然后在后面见到相似的或者说第二次做这道题的时候，我就能够做对，就不会再次犯错。这个就是神经网络或者说模型训练的一个过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引申到个人成长，或者说引申到我们怎么样去得到一些学习方法。对，就比如说我们从这3个角度，一开始呢是数据，我们要学什么东西，我们学的东西呢尽量的是要准确的、多样化的，不管是技术的还是非技术的，其实都是有价值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判断这些数据是不是对的。
当我们在学校的时候，这个是比较容易的，对吧？书本上的基本上都是准确的，或者说老师讲的，大概率是准确的。但当我们上大学，或者说当我们工作之后，什么东西是准确的，什么东西是有价值的，这个可能需要大家来去判别甄别，并不是说网上谁说的或者哪个专家说的就一定是对的，而是需要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对，然后在有些特定的场景之中，我们要怎么样去相信哪些道理？就比如之前我跟我们系的一些同学交流的时候，就简单的说，要学习要多努力、多刻苦，然后他就说为什么要努力？这个问题，我觉得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当然传统老师、家长可能会说，你要努力学习，以后能找个好工作，以后能过上好生活。但有的同学就觉得，我不需要。就是找到好工作，或者说我能找到一个能吃饱饭就够了，那你就很难往下继续说下去。所以我觉得，就有些情况下我们可能不一定能找到一个理由，但是如果你只是去相信，你愿意去努力，或者说你愿意去当一个好人，并不是为了一个什么样的回报，或者说并不是为了什么样的功利的目的才去做好事，对，这样的话可能会也是比较重要的。还有的话就是我们怎么样去付诸行动，对，这个就是大家可能也会有真切的感受。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就有点像拖延症那种现象，就我们觉得要好好学习了，或者我们要好好做一些事情，但是呢你不能坚持下去，那这样的话可能学习的效果也会打折扣。然后另外一个角度的话，就我们怎么样去学习，或者说怎么样去训练我们自己这个模型。对，一个思路或者说一种启示，就我们要去迭代、去复盘。就像刚才提到的，如果有一件事情自己没有做好，那么我们需要去思考，或者说需要去复盘，下一次在类似的场景或者说类似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做，能够让我们做对的或者说做好的这种概率增加。对，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探索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可能性，然后来去按部就班把这些事情做好。这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细节可以尝试着去思考。然后再有的话，就我们怎么样去推理和决策，不能简单的死记硬背或者说人云亦云，而是说来一步一步的思考。因为真正复杂的世界，它的底层的原理可能没有那么多。有点像我们去推数学公式一样，或者物理公式一样，我们就从牛顿三定律或者说从能量守恒定律这些公式出发，就能够推导出来非常多的这种计算方法，或者说很多不同的工具来解决具体的问题。所以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尽量的从就尝试着多去推理，而不是简单的去网上搜一些别人的分享，或者说简单的去问一下专家。在实际情况中，可能有很多地方都不太容易做好。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数据非常重要，我们怎么样去找到一些自己愿意学习的，或者说比较有价值的数据。那一种呢，就是自己主动的去收集，比如说我们在看新闻或者说看专家、企业家分享的时候，尝试着把这些外部的信息迁移或者说内化到自己身上。比如说我们虽然看到的是别人做了什么事儿，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想，如果自己遇到了这种场景，或者说如果是自己遇到了这种困难，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或者我们要怎么样去借鉴别人的方法。对，然后通过换位思考，然后来去理解。比如说有同学以后可能会尝试着去找工作，那么我们可以尝试着想，假如我是公司的管理者，或者说我是公司的领导，我希望招聘什么样的员工，我希望这些员工具有什么样的能力。通过换位思考呢，我们就可以有一些更加就是更加不一样的这种视角。然后另外一个挑战呢，就是现在时代或者说技术发展非常快，之前父母或者说同事的一些经验，现在不一定能继续的适用。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让自己去应对这种新的环境的挑战和变化？就是
一方面我们自己如果能力足够的话，当然你去看很多的书，或者说和很多优秀的人交流，这个没问题。但如果作为普通人来讲，如果我们就是不能亲自的来去在这个行业中得到一手资料的话，我们怎么样去跟随一个，或者说跟随那些自己愿意信任的人，让他们给出来的一些方向，或者说一些建议，我们可以更多的去思考，或者说更多的去关注。对，还有就刚才提到的，从第一性原理，就是整个不同的复杂任务的决策，我们怎么样从底层的原理出发，然后通过逻辑推理来去解决这些问题。对，还有的话就是鼓励大家多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或者说多和老师前辈来去交流。对，然后大家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经历，有不同的视角，这样的话。掌握到的数据或者说成长经验也会更多。我们每个人只能过一次生活，但是当你看了很多人的一辈子的经历了之后，仿佛你自己就纵向这个角度来说，活了可能5辈子或者10辈子一样，就你把不同人的人生都体验了一遍。对，然后还有的心态其实是我在学校跟同学交流过程中，心态其实是一个很需要引起大家重视的，或者说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焦虑，尤其是就是现在这种升学压力或者说就业压力比较大的时候，那么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们尽量的把自己的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在做事情本身，然后当我们一步一步把这些事情做完做好之后，好的结果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这样一个现象，就不需要那么 care 说我考试能不能考100分，而是说我尽量的把我能做到的事情一件一件都做好，分数是多少我都觉得没有那么有遗憾。对，这样的话可能就比较好，就像古人说的尽人事知天命这种感觉一样。因为时间关系，可能我下面会讲的稍微快一点。对，大模型智能体和普通的大模型的一个区别就是，普通大模型是单轮的问答，就用户提了一个问题，然后大模型直接给一个答案。然后这个呢是传统的大模型的用法，就有点像你去问他这个哪个省的省会是哪个城市一样这种。智能体的话，它会更加侧重于完成一个任务，比如说你让模型或者说让智能体去写一个 PPT， 然后它会先给你一版 PPT， 或者说做一个任务分解，然后你在任务分解的时候，就是有不同的角色，让它来去打分，或者说来去判断这个智能体做的 PPT 效果怎么样，有哪些需要改进，让它在一轮一轮的不停的去迭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智能体可以看成是这样一种组合，就除了传统的大模型的问答能力之外，它会更加强调不同模型的这种任务规划，然后智能体的记忆，包括说工具使用，包括说多智能体协作这些能力。当我们把这些能力都把它用好的时候，现在的大模型的能力其实已经非常强了，就可以做很多很可能想象不到的事情。就像刚才说到的，怎么样让大模型来去写复杂的代码，怎么样让大模型来去做一些科学研究，都是用智能体的这套框架来去做的。所以说智能体是现在的一个基础。对，那么从智能体的话，它关注的这样几个模块，我们刚才提到的有感知、推理和决策这3个模块。记忆的话，也是最近非常热门的一个关注的智能体的技术。所谓的记忆呢，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过往的经验、过往的见过的这种做过的事情，把它用起来。对，就不会让这模型在同样一个地方摔倒2次。对，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另外一个关注的就是世界模型。世界模型其实也是一种学习方法，就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这一辈子整个成长过程之中见到的各种现象，或者说各种这种事情，能用少量的一些经验规则来压缩出来。那么这种压缩之后的经验规律就可以理解成一种世界模型，就它可以帮助我们去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对，我们这个背后是有一些逻辑推理，而不是简单的死记硬背。对，然后在智能体的应用的话，有不同的级别。就最简单的话，就做聊天，然后再往后面难度
再提高一点的话，就可以做一些推理，然后再往后面的话就做一些复杂任务，然后再往后面就可以去做一些创新发明，或者说更难的地方就做一些公司或者说组织机构的这种管理。对，就是怎么样把不同的智能体，甚至是把不同的智能体和人都组织起来。上个月我看过这样一个新闻，就有一个美国的创业公司，他们上线了一个服务，就是把人作为一个工具。对，就相当于说智能体是主体，然后有些事儿可能这个智能体做不好，他就直接比如说我出$1或者说$10来在网上雇一个人，然后帮我把这个事儿做掉。这个其实已经反过来了。对，以前的话是人要做些什么事儿，然后花点钱让模型来去做，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模型要做什么事儿，花点钱让人去做，就人已经作为工具之一。当然这是一个少量的或者说刚开始的一个现象。对，然后这里面列出来了一些去练习。对，后面也会提到，就大家就同学或者说朋友在尝试学大模型的过程之中，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呢，就是要去练习。就你用的越多，然后你就对智能体能做什么或者说不能做什么了解就会更加的清楚。对，然后这个呢是另外一些跟开源代码相关的，就如果说有朋友对算法或者说对代码这一块更加专业的话，就可以尝试着自己用写代码的形式来去做更加底层的或者说更加定制化的开发。这个可能对一些能力要求会比较高。对，包括说怎么样去让它用浏览器，或者说包括现在的这种 Open Cloud 这些工具，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就它的交互会更加的底层。对，然后我们在训练智能体的过程之中，也会有一些成长上的启示。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要做任务分解，就来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任务，我们不是说一下子就退步了，或者说一下子就觉得自己做不出来，而是尝试着怎么样把这些事情都做好。就比如说，如果让你去负责一个载人航天火箭的发射，任何一个零部件发生故障，这个工程就会失败，可能你的压力就会非常大。但是呢，当我们把一个非常复杂的任务分解成一个一个可以管理或者说可以做好的这种小任务的时候，哪怕它有2万多个零部件，或者说1万多道手续，我们一件一件事都把它做完做好，这样的话，整个任务可能也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对，还有的话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利用工具怎么样去复盘，怎么样去沉淀自己过往的一些经验、一些教训，方便以后自己来去使用。包括说刚才提到的怎么样去换位思考，怎么样多样化思考，这些其实都是大家同学在成长过程中可以去思考关注的一些问题。对，然后这里还会列到一些大模型的能力边界，就有哪些事情对于大模型来说比较容易。所谓的比较容易呢，就是现在用的效果还不错的，比如说大家用大模型来去翻译，或者说来去用它写邮件，或者说写一些文档，这些做的都已经比较好了。比如说我们如果有一些基本的概念不懂的话，也可以快速的让大模型来给一些解释。对，这些是大模型做的比较好的一些地方。然后也有一些地方呢是大模型做的还不够好的。对，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非常复杂的任务，或者说有比较多的干扰信息，包括说专业性非常强的这种领域的话，大模型可能做的还不是那么好。所以在这种场景之中，我们可能需要有一些心理准备。就大模型做的不够好的话，我们也不能完全相信它，就需要有更多自己的甄别。所以我们在用大模型学习的过程之中呢，是把它当成一个向导。所谓的向导，就是我们一起去旅游，对吧？然后我不知道要去哪儿玩，或者我不知道要去逛什么样的景点，可以让大模型来推荐一下。但是呢，它不是一个权威，不是说大模型说的都是对的，或者说不是说大模型让我做什么事儿，我就必须要做什么事情。我们是把它当成一个向导，或者说一个朋友来看待。尤其是同学在用大模型的时候，可能更加注意这一点。对，因为现在我跟同学上课的时候跟同学交流，问他这道题为啥答错了，他说大模型是这样答的。所以我就觉得，对，就这种看法可能需要大家来关注一下。然后我们需要聚焦，
因为大模型的出来了之后，我们想学什么东西都能去学。以前的话，可能是我们只能学书本上的东西，对吧？书本外的可能我们就没有资料，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学。现在有大模型了之后，你想学什么都能学，这样随之而来带来的一个困难就是怎么样能聚焦。因为每个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你花时间学了这些东西，那些知识可能就没有时间去学，所以大家在成长过程之中，可能还是需要围绕一些可能1-2个自己感兴趣的方向来多花时间去学习。对，然后下面就讲，可能下面还是今天可能重点分享的内容，就是因为现在大模型时代之后，教育要怎么样应对，或者说要怎么样变化，我的理解是它跟传统的教育模式肯定会有不一样。对，在古代的话，可能有很多的私塾或者说学徒制，相当于是这种定制化的教育。但是呢，在古代的话，这种教育是对，就是阶层比较高的人才有资格去上学的，普通老百姓没有机会去读书，这也是由公就会出现学校这种形式的一种教育。所谓的学校呢，就是不同的同学，他们用同样的课本、同样的教材，同样的这种教学大纲来去学一样的内容。这种呢，有点像是一个工业化生产的这种概念。对，就大家都学一样的知识、一样的能力，然后呢，就能够满足社会或者说工业化生产对于员工的能力的要求。那这个在过去的可能100-200年，也的确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非常多的人才，或者说非常多的这种有技能的人，能够把教育从原来的上层阶级的人才能享受到的资源，变成了一个普惠教育，对普通的老百姓或者说9年义务教育能够覆盖到每一个同学。但是呢，这种教育的一个这种模式在现在 AGI 或者说现在人工智能发展时代下受到了一些冲击，对。所以说，一个冲击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学的东西可能不一定那么有用。同时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又有机会回到一开始的这个阶段，就是私塾式或者说学徒制，就一个师傅带一些徒弟，然后他把自己的经验、自己的能力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对，那么随着人工智能发展之后，可能以前的话，老师精力有限，他带不了那么多的学生。现在人工智能可能能提供某种形式的定制化教育，或者说个性化教育，或者说精准教育。就每个同学他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有自己的特长，有自己的学习的流程，先学什么，再学什么。对，那么我们怎么样让人工智能技术能够给每个同学提供这种定制化的或者说因材施教的方案，这个是成为了一种可能。那么我们在上学或者说我们受教育，其实有不同的目的。现在大家强调的比较多的是第一种目的，就我们怎么样去学习各种各样的知识，或者说学习各种跟生存或者说和找工作相关的一些技能。我们要认字，或者说我们要去会回答问题、操作软件，要会去开车，或者说各种各样的技能。对，这种的话是去培养同学作为一种社会某个岗位工具的这种角色的能力。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教育的话是需要有一个心智健全，就他的三观要比较正，然后希望说这个同学能够感受到幸福感，然后他自己有自驱力，他自己想去做好一件事情，而不是说疲于应对，或者说疲于拿到一个最高的分数，拿到分数之后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学。对，所以说，这两个其实都是我们上学或者说我们受教育需要去关注或者说需要去解决的一些问题。那么现在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在学校，就比如说，如果现在高中生或者说大学生毕业，他会发现过往的几十年在学校里面学的东西，自己会做的这些事情，现在可能大模型都能做，或者说做的甚至于也更便宜，或者说也更稳定。那这种情况下，就从第一个角度，从技能这个角度来说，好像人没
竞争力。对，然后这里列了4条。第一条的话，好奇心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就假设我们现在有了一个万能的人工智能助手，对吧？就假设它能帮你做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想去做什么。这个其实是好奇心，我们怎么样提出来一些有价值的问题，能够让人工智能来去帮助我们实现和解决。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条理感，就是因为我们想要做的这些事情大概率是比较复杂的，或者说不是那么轻松就能做出来的，所以面对这种复杂的问题，我们怎么样去把它拆解，或者说做一些复杂任务规划，通过人和大模型协作的这种形式来去把它做好。对，就这种复杂的事儿，只让人来做会比较困难，只让大模型来做也困难。但是我们的目标呢，就怎么样让人和大模型一起来做，能够使得它能够做成功。第3点就是创新，这个的话主要就是针对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这个大家都比较能理解。对，就是因为大模型可能多多少少是重复别人的话，或者说重复别人的方法，我们怎么样能用一些不一样的思路、不一样的方法来去更好的解决一些问题。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然后下一个的话就判断力。所谓的判断力呢，就是刚才举的例子提到的，就有同学他用大模型写作业，大模型错了，他就跟着错了。那这样的话就是缺少判断力的一个体现。因为现在大模型或者人工智能还是不完美的，它会给你个答案，但是呢，你又不知道它的答案对不对。那这样你就需要有一个判断力来去甄别它的答案能不能用，或者说有没有哪些缺点。这个呢，其实也是更难的一个点，因为判断力的这种能力有点像老师，对，就是你有老师的这种能力，你才能判断同学的答案对不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同学能有这几个方面的能力的话，我觉得在未来都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学校，或者说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之中，我们的重点呢就会从原来的记住知识转向使用知识，或者说怎么样更好的去实践。并不是说我记住了，或者说我背下来了这个知识我就学到了，这个就还不够。以前的话就是传统的应试教育，或者说传统的考试，对吧？只要你回答对题目，那这个知识点你就学到了，或者说你就会了。但是现在的话，你只是记住大模型也都能记住这些知识，所以你要尝试的能把它用起来，或者说能用这些知识解决真正的问题。然后讲到这里，可能有同学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现在很多简单的基础知识大模型都已经会了，我还要不要继续去学？比如说一些简单的编程知识，或者说简单的一些英语的语法呀，或者说简单的翻译啊，或者是一些简单的数据分析，这些大模型都能够做得非常完美，或者说非常好，是不是我就不用学了？因为学了也白学，对吧？以后这些大模型都是大模型做，我也不会做这种简单的题目。这个我是这样理解的，就是回到刚才这个能力，判断力，对，就是我们以后目标的话，肯定是要学到比较高深的这种水平，或者是比较专业的水平，这样的话我们才会有判断力来去判断模型的答案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去成为一个专家，或者说学到比较深入的水平，不可能是一个空中楼阁，我们肯定还是要从基础的知识学起。所以说这些简单的基础知识对于人来说还是绕不过去，就你不去学简单的，你也就不可能学会复杂的或者说更加专业的知识。从这个角度来说，就大家在课堂里面或者说包括在大学里面都还是要从基础知识来学起，但是呢要尝试着去往深入的或者是能够在真正的场景中能学以致用的这种形式来去学习。对。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图片，这个图片也是网上看到的一个点，就是当然是一个有点像一个漫画，可以看到街上有很多匆匆忙忙的行人，他们都在看手机，可能是在看小视频，或者说打游戏，或者说是在看剧，对，然后旁边的机器人可能他们就坐在椅子上在安静的读书，或者说安静的学习。所以这里面就是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人能不能真正的去学习？如果我们人都不去学习的话，可能在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的话，可能更加不能跟机器人或者说和人工智能来去协作做一些事儿。
那么我们学习过程中可能有几种形式，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把书读薄，对，就是书里面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例子呀，或者说各种各样的表述方法，我们怎么样从书本里面去凝练出，或者说读出来一些非常核心的，可以泛化，或者说可以迁移到不同的场景中的这种普世的经验规律。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怎么样去把书读厚？就我们看到某一个具体的案例，或者说具体的场景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联想到之前自己读过的其他的内容，或者说遇到的一些其他的例子，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尽量的去实现人和 AI 要大于 AI 的这种效果。对，然后这个是我们可以去追求的一个目标。就回到刚才就是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就如果说未来这种各种各样的公司岗位，或者说各种各样的工作需求里面，这些事儿人 AI 都能做的话，还要不要人？或者说人还能有什么样的作用？如果说对于人来说能实现这样一个效果的话，就人还是会有价值的。就我们不要试图去比较人和 AI 哪个能力更强，就这个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比不过的。对，就是如果你只就人和 AI 来比的话，因为 AI 它是一天24小时都在学习，不需要休息，人肯定做不到。所以说我们如果做不到人大于 AI 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实现人加 AI 的能力要大于 AI？ 就这样的话，我觉得就还是人还是会有价值。对，然后呢，我们这刚才提到的，就大家在学的过程之中要尝试的去应用，就像刚才我提到一些参考的网站，或者说一些不管是智能体也好，还是说一些代码写作也好，就大家可以在中学或者说大学的时候尝试着去练习去用，因为这些知识在课堂上可能不太有可能非常及时、非常更新的来去讲，因为老师也比较忙，或者说老师可能也不一定懂这些知识。就需要同学来通过一些网上开源的资料，然后来去自己学习。这个就是未来可能出现的一种现象，就是如果有的人他 AI 这一块用的比较好，那么他的能力也会更强，进一步他的成果或者说他的这种职业发展也会更好，他的资源呀或者说他的收入机会也会更多。然后如果说对于普通人，你不去用 AI， 或者说你的能力不能随着技术的发展而进步的话，可能就会出现被模型或者说被 AI 替代。被 AI 替代之后，如果你没有机会去做基础的简单的事情，就像刚才提到的，你不能从简单的事情开始做的话，就不能去积累经验。你不能积累经验的话，就很难学会更加专业、更加深入的知识。那你没有这种入门的机会之后，后面发展可能就会比较困难。所以这个就是未来可能出现的一种现象。那么怎么样解决这些现象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就还是需要大家来自学。对，就是这里最后套用了就是之前相似的一句话，就是改革开放是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因为现在教育学校或者说老师本身的一种原因，因为你不可能让全国每一个老师都懂大模型，或者说都自己会人工智能的这种操作，或者说它的设计理念，就只能说同学们自己能够找到一些网上的资料，或者说找到一些老师，然后来去学习，在学习过程之中通过就在实践中学习，然后学习和实践相互迭代，来提高自己的用大模型或者说用 AI 的能力，然后自己掌握了更好的能力之后，才能解锁到后面更多的发展机会。对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就还是会有一些教育不公平的问题。就城市的同学可能机会资源会更多，然后农村的同学可能这一块接触到的就会相对来说会少一点。对，然后呢，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大模型时代的危和机，就危机都是连在一起的。这个时候，危险可能大家讨论的都比较多了，就是很多公司可能觉得不需要招人来去做一些基本的工作，或者说简单的分析等等，会有一些人来失业。对，那对应的机会呢，我觉得有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
每个人的能力它是变得更强了。以前的话，我们可能就是比如说写代码，可能1个月才能写一个功能，或者说写一个软件。现在的话，可能1天就能写出来，对吧？每个人的能力是能够增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2种可能性。第一种呢是企业它的业务面会把它拓得更宽。就比如以前的话，可能就只能就是有点像那种工厂化教育一样，就是每个人拿到是同样的产品、同样的功能，但现在如果有AI 帮助的话，可能它可以做更多定制化的，或者说更多精准的这种产品，或者是给用户提供这样的服务。那企业可能会有意愿来去招更多懂 AI 或者说会用 AI 的人来去开拓它的市场业务，这是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可能性呢，就大家的创业机会会更多。以前的话，如果你想创业，可能需要比如说几十万或者说更多的组建更大的团队，比如说50个人或者说30个人的团队。那现在的话，创业可能用1、2个人甚至1个人就可以，然后其他的事情都让大模型来做。对，那这样的话，其实每个人如果他善于去有好奇心，然后能去挖掘出来一些真实的用户需求，然后用自己的技术来去实现或者说解决这些用户需求，这样的话其实也能有不错的这种发展机会。对。然后最后做一下简单的总结，就我们学习用大模型的话，可以简单的分成几个阶段。一开始呢是入门阶段的话，我们就去学一些基本的概念、基本的原理，知道说什么事儿它做得好，什么做得不够好。然后再往后面呢，就进一步的进阶，我们就多去使用、多去尝试、实践，用不同的大模型工具，然后来去解决自己想到的或者说真正存在的这种问题。然后再往后面呢，就是做一些迭代的精进，就我们去用各种各样的新的工具，或者说去尝试着写代码，或者说做一些这种更偏底层的这种设计和实践，然后能够不断的提高自己用大模型的能力。最后的话，用梁文风的一句话作为总结，就现在旧的世界分崩离析，新的时代正在光速的到来。非常希望能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探索未来的新世界。谢谢大家。我们看现场有没有同学和家长愿意跟我们陈教授互动的？有没有问题想？